你好，我是莹莹，欢迎收看每周三还有周六更新的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。那古语有云，饮水要思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影响马来西亚民生你应该要知道的5条河。我们人呢可以一天没有电，但是呢不能够一天没有水。没有啊，我们 KL 人好像蛮习惯一天没有水，3天都很习惯天。自古以来呢，水呢就是我们人类呢最宝贵的这个生活资源啊，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呢都是围绕这个水呢而诞生的。读历史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知道人类4大古文明都是从2河流域、尼罗河流域、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诞生的。那既然人类的发展呢离不开水资源，那当然我们马来西亚呢也是不例外的。今天哈奈德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开户至今啊，你应该要知道的5条水源到底是哪5条啦 ？Let's go！第一条，马六甲河。来，我们看这个地图哦。从这个地图上面看呢，马六甲河啊 ，Melaka River 是自东北向西南，从马六甲老城的核心景区呢，穿过一直向西南，然后呢，最终呢汇入了这个马六甲海峡。在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呢，马六甲作为一个连接印度洋还有太平洋的大港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呢都会选择在马六甲停靠，做一些补给啦，做一些维修啦，经商贸易啦，等等。那现在呢，马六甲古城内的这个机场街，9座连接两岸的特色桥梁，还有荷兰红屋啊、Air Formosa 啊、圣保罗教堂呢，都是历史的证据，证明呢马六甲河曾经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运河。只是啊，可惜后来呢，这个葡萄牙、荷兰还有英国3个殖民者啊，都没有认真的来经营这个港口。根据历史记载，葡萄牙呢在1511年啊占领了马六甲，并以海盗式的方式来管理马六甲之后呢，马六甲的这个商业地位呢，从此呢就一落千丈。不过呢，到了今天呢，马六甲河呢还是有它的重要性的。凭着丰厚的这个历史底蕴，还有政府的积极美化，马六甲河呢已经是东南亚呢远近驰名的旅游景点。马六甲州政府呢更是放眼要在2023年的时候吸引到82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呢来到这里观光。其实呢，马六甲地区发展之所以能够来到今天呢，马六甲河丰沛的水资源真的是功不可没啊！因为呢，除了这个观光旅游业之外呢，工厂的运作呢都是需要大量的工业用水。而从这个 Invest Melaka 的这个途中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哈，沿着这个马六甲河呢，就有9个工业园区那么多。而马六甲州政府呢，早前也宣布啊，要在这个阿罗雅也 Alogaja 设立这个世界级的工业区。那工业区的发展如果没有水呢，是完全是行不通的。所以呢，基于呢特殊的这个历史地位，以及还算是优秀的经济贡献 ，Highlight 就将马六甲河列为第1条你不能够不知道的这一条水源啦。第2条，巴生河 Sungai Klang。若要论及啊，我们国人关注度最高的一条河，那当然就是巴生河了哈。巴生河全长120公里，河的源头呢是在这个 Gombak， 然后呢途经这个吉隆坡，然后呢进入这个沙阿兰，然后在最后呢是由巴生呢流入这个马六甲海峡。巴生河流域呢面积是2840平方公里，住有800万的居民，相当于马来西亚的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住在这边的哦。不过呢，一条河要 carry 800万人，可想而知，它一点都不容易呀。巴生河呢，目前呢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本身。从这个普罗大众啊，随便丢垃圾啦，那些餐馆呢，把食物残渣倒入水沟里面啦，到工厂啊，大规模的排放这个废料啦，人为的蓄意污染，早就把巴生河呢变成了恶名昭彰的垃圾河。Ini adalah kerana antara kedai-kedai scrap metal dan kedai-kedai ini yang tidak ada manhole。总觉得马来西亚人是处于一个阶段，我们也许是需要改变态度，把我们的思维提升去一个发展国家的一个思维，而不是停留在我们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，没关系，有别人会处理，还是少我一个人做也没有关系。因为被大量的这个垃圾还有化学物质污染嘛，所以呢，巴生河呢对于雪隆地区的原水供应，只占了
8%，另外90%呢，反而是要靠这个苏埃斯兰哦，还有苏埃朗啊来救济。可见呢，巴生河的体质啊是何其的脆弱。巴生河，救主，我要死了！哦，巴生河呢还有一个非常影响民生的问题，那就是经常让灾黎大唱我们踢我们推的这个闪电水灾啦。造成闪电水灾的问题呢，可以有很多种的，除了是这个极端的气候啦、防灾的应变能力不足啦、过度城市化之外呢，垃圾经常也是雪隆地区淹水的主要元凶。我们眼见呢，巴生河的污染问题那么的严重，那政府呢是不是袖手旁观的？好像又没有啦。从2016年开始啊，雪州政府呢就视清理河流作为优先的任务，于是呢他们就启动了雪州海洋关口计划 SMG， 平均每个月呢要清除巴生河大约1000公吨的这个固体废料，而当中呢塑料呢就占了非有机废物的80%。我们人呢就是这样子的，不见棺材不流泪的。现在给你们看，你们看这些画面有多恐怖！背后的工程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垃圾拦截器。那么这2台机器呢，从2016年开始使用，从巴生河当中清除了86021公吨的漂浮垃圾哦，相当于470架波音747飞机。所以呢，奉劝大家真的是要培养高度的环保意识啊！垃圾呢就要丢进垃圾桶，我们要透过这些小小的行为呢，一起来为巴生河续命吧！而且呢，我们也要尽我的能力呢，把这个意识给传播出去。第3条河，苏埃穆达河。在介绍第3条河之前呢，我们要给槟榔郎看一张照片，可能槟榔郎呢很快就会猜到我要讲的是哪一条水了。没错，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受到吉打人民爱戴，确定槟榔郎呢就是恨得牙痒痒的这一个现任吉打州务大臣萨努西。再有关注宾州跟吉打这个政局的人啊，都可能知道呢，萨努西呢3番2次呢就向槟城呢发出要切断水供的这个言论。一直呢就向槟城呢讨生水费，如果槟城不给呢，他就要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堵住那个穆大河，让槟城人喝泥水。虽然呢，这位州务大臣呢常常讲啊，他自己发表的这些言论呢 ，just kidding。Contoh belak sungai yang boleh diusahakan. Kawasan yang dibelak ini adalah kawasan。但是呢，有一些 kidding 呢是会让人听了是很别爽或者是很伤人的，因为他真的踩到了一些人的底线还有痛点。那槟榔人为什么会对大臣要切断供水的言论feel up pain 呢？你看这个苏盖穆大呢是长达203公里的，从吉打的东北呢流向了这个南部，最后流入马六甲海峡。穆大河的大部分呢其实都在吉打境内，只有下游的一小段呢是流经槟城威城北部一带，成为吉打和槟城的天然分界线。从这个地图来看啊，你可能会想啊，苏埃穆达只是经过槟城一小块的地方，真的被截断了又怎样哦？你有所不知哦，槟城足足有80%的生水啊是要依靠这一条水源供应的。可能槟榔人呢还是对今年5月的这个苏埃穆大事件呢记忆犹新。当时吉打州水利灌溉局 JPS 管理的其中一个闸门因为故障而开了足11个小时，导致呢这个大量的河水呢白白的就流入了海里面去，槟城的原水量呢直接减少了76%，哇，心痛！导致呢威省还有冰岛成千上万的家庭呢面对断水的这个窘境。这个事件呢，槟城水供公司足足用了3天，槟城的水供呢才得以恢复正常。所以当傻努西呢一直透过媒体喊话，要跟宾州呢讨这个生水费啦，不然就要堵住这个苏埃穆达啦，让槟城人喝泥水啊等等的。那这番言论只能说傻努西真的是抓到了槟城人的痛点了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啊，苏埃穆大对槟城重要，对吉打还有玻璃市也是一样重要的。吉打本身呢有96%的原水供应都是要靠苏埃穆大，而玻璃市呢则是70%。3州合计超过400万人口的日常水供都要看这一条河的脸色。那既然苏埃穆大对北马3州都这么重要，我们觉得啊，槟城吉打2州你们就少一点点口水战啊，多一点点的理性对话，安安分分的讨论要怎么永续使用这一条重要的水资源，不是更好？第4条，苏埃克兰丹吉兰丹河。
人类发明了很多词汇呢，是用来形容颜色的，有辣椒红啦、苹果绿啦、天空蓝啦等等。这些形容颜色的词语啊，因为得到人们的认同，才可以得以世人的广传。那在我们马来西亚呢，我们有一种专门用来形容深褐色的词，是其他国家没有的，那就是 air pipe Kelantan， 有点尴尬。OK， 不久前呢 ，TikTok 就有一个脱口秀的艺人呢，就用吉兰丹的自来水 Air Pipe Kelantan 来形容自己衣服的颜色的是深褐色的。结果呢，这一支短片呢就受到了网民的疯传viral 啊，得到不少人的共鸣。后来呢，还有一个更夸张的，有个网民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一段视频，这个视频里面啊，从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自来水啊，竟然是咖啡色的。真的很好奇啊，住在吉兰丹的朋友，你们真的每天都在用这么高多的自来水吗？请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。难道那一边的河真的是跟其他的州来的不一样？今天呢，就跟着我们荧光笔的这个专题的视角呢，来了解一下奶茶色的吉兰丹河吧。吉兰丹河发源自滴滴汪萨山脉上的乌鲁士巴山，主流长呢是有248公里。吉兰丹的人口大约有180万人之多，超过半数的居民呢是住在吉兰丹河沿岸的。尽管滔滔不绝的吉兰丹河就在眼前，那为什么吉兰丹州民却对水工问题感到深深的绝望呢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这个吉兰丹水工公司Air Kelantan Sdn Bhd 身上啦。这家州政府经营的水工公司的缩写是 AKSB， 就被部分的这个州民呢调侃是 Air Keros Sdn Bhd 或者是 Air Karat Sdn Bhd。原因呢，就如同字面的意思那样，水坝流出来的水呢，常常是奶茶色或者是咖啡色的。而且更夸张的是呢，有个居民啊，就曾经向这个记者申诉，他扭开水龙头之后出来的不是水，而是风，就是一阵空虚。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呢，吉兰丹水管呢总长大约有7000公里，而其中呢老旧还有容易破裂的这个石棉水泥管就占了大约4000公里。在这个硬体设施这么老旧，水管大多呢还是生锈破裂的情况之下呢，那自来水如果不是深褐色，那就真的是不自然吧。民生问题呢，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嘛，所以呢，每一次到选举阶段呢，纠缠了吉兰丹几十年的水工问题呢，就会成为选战弹药，满天飞舞。可是瑞凡呢，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呀。吉兰丹的这个水工问题呢，我们在不久之前呢也是有 highlight 过的。如果你刚好对马来西亚的治水课题很好奇、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 highlight 的频道专题报道系列里面搜寻相关的影片。来到这里，我们简而言之啊，真正影响吉兰丹水工问题的不是奶茶色的吉兰丹河，而是多年经营不善的吉兰丹水供公司。所谓运摇头砸摇居啊，找他们。吉兰丹的民众告诉我们，你们到底有去找他们吗？或者是你们其实有试过什么样子的方法没有效，或者是有什么进展，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讲哦。第5条河拉让江 Sungai Rajang。那怎么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是西马的河呢？东马呢？啊，别急，好久顶昂地。福建话讲的哈，我们肯定呢会 highlight 马来西亚最长的这条河啊，拉让江 Sungai Rajang。Sungai Rajang 全长563公里，发源自沙拉越内陆的伊朗山脉，途经 卡诺维，然后西部去到槟当沟，再来到这个 Seri K 等城镇，最终呢就会注入南中国海。Sungai Rajang 曲折蜿蜒，跨越了大半个沙拉越，犹如亚马逊和热带雨林一样神秘和精彩。Sungai Rajang 流域孕育出来的族群有马来人、华人、伊班人、马兰诺人、乌鲁人等等，高达27个之多啊！种族文化非常的多元。那 Sungai Rajang 呢，流域发展出来的饮食文化呢，也是非常的多元的，像是在西部一带呢，就有这个福州小吃底。不小心有点扯远了，我们放过食物，回来讲这一条河。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呢，这个 Sungai Rajang 的水陆交通呢，到今天为止啊，依然是沿岸城镇居民的这个主要的交通之一。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Sungai Rajang 跟吉兰丹河一样，有着鲜明的奶茶色呢？这就要归功于上游猖獗的伐木业。
其实苏埃拉江的上游呢，三不五时都会传出伐木污染的这个新闻。伐木污染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就是造成苏埃拉江的水闸值过高，那水源过滤站呢就会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，导致苏埃拉江流域呢多个地区就会受到影响，甚至呢会面临断水的可能。或许呢是因为这个拉江流域的工业呢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发达，所以呢伐木污染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出，也就因为这样子造成民生问题啦。So summarize， 以上就是哈莱特荧光笔本期的小百科，不小心做成专题，介绍给大家你应该要知道的马来西亚的5条水源啦。那由于我们的篇幅有限啊，马来西亚呢其实还有很多对当地民生非常重要的河，比如是霹雳河啦、彭亨河啦、柔佛河等等。那我相信呢，正在看视频的你我呢，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，那不同的河流孕育出来不同的我们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没有提到的，不代表说，你家乡的河就不重要啦。那每一条河流呢，对人类还有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集节目呢，让大家好好的认识马来西亚的重要的这一些河流域，并且呢，让大家知道这些河流所面对的威胁是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爱护河流，从不乱丢垃圾、减少垃圾开始吧。我是英莹。那对于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资讯，或者是有什么心得感想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每个礼拜3、礼拜6会上影片，下次影片再见啊！对 ，follow。